聚焦国际热点，剖析军事装备，欢迎大家收看本期的新闻节目。受到大陆与海外民众高度关注的第二艘大陆国产航母003型，近日又有建造新进度照片曝光。新进度显示，与2个月前外表变化不太大，开口处的施工尚未完成，可能大型机件仍在安装当中。对比在甲板上工作人员体型，整艘航母显得非常巨大，但媒体与网民仍关注003的尺寸跟外国航母比起来如何。有媒体分析称，若论甲板长宽或是面积，003可能比所有正在服役的各国航母更大。据多维新闻报道，中国海军持续建造广受瞩目的003型航母。网络上也持续传出003型航母施工进度的照片。一组曝光的照片显示，甲板开口处的施工尚未完成。整体来看，003型航母的进展与2个月前的外在变化并不大，相信是在进行内部装置的安装。因此，靠近舰岛的2个大的开口仍有非常多的通风管道，但这些照片的清晰度较此前非常高，能够看到诸多细节。由于仍采用常规动力系统，003型航母的舰岛因设计有排烟口而显得舰岛体积很大，但相比巨大的甲板以及辽宁舰、山东舰的舰岛，这艘在建的航母的舰岛就显得特别紧凑。一直以来，航母的发展体现出一个国家海军的综合实力，而目前我国的辽宁舰和山东舰正式服役。虽然我们在航母的研发上晚于其他国家，但是如今我们成功地掌握了航母的自主研发技术，这足以证明我国军事水平已经全面进军世界级强军行列。当然，这2艘航母并不是中国的最终目标，而是在此基础上要建造更多的先进航母。新型航母的建造工作已经全面启动，如果按照现在速度发展下去，那么我国就很有可能实现航母发展史上弯道超车的记录。我国军事专家曾表示，在未来10年内，我国一口气要造出6艘核动力航母。此条信息已经发表，全球各国在表示惊讶的同时，也都纷纷表示，用不了多长时间，中国海军的作战实力就和美国海军旗鼓相当。俄罗斯军事专家公开表示说，最近几年，随着多艘驱逐舰、护卫舰和航母的服役，已经让中国跻身为世界海军强国。仅用了10年时间，中国就成功的进入双航母时代。最重要的是，中国在前苏联航母的基础上研发建造了山东舰，这足以证明中国已经掌握了建造航母的技术。中国必然不会满足于此，因此，随着时间的推移，必将还会建造出更多的航母。国产航母的相关消息一直以来都是居民朋友们关注的重点。除了目前在建的第3艘航母，以及下一艘航母何时开工建造，具体细节如何，同样是被长期关注。按照我军过去以往的装备研制传统，在一型装备尚未正式服役之前，下一代自行装备的预研工作往往就已经启动。航母这种极为重要的大型水面作战舰艇自然也不例外。对我海军发展报以长期关注的美国国家利益杂志近期刊载文章称，中国目前正在加大第4艘航母的建造进度。舰船龙骨将会在近2021年安放建设航母所需的各项设备和材料采购工作已经在进行当中。预计到了2035年时，中国海军将会拥有多达6艘的强大航母力量。美国国家利益杂志援引了美国国防部五角大楼消息人士的话称，第4艘国产航母将会在既有基础上实现重大突破和技术飞跃，同时也代表着中国造船业达到了新的高度。也有美国海军高级将领向国家利益杂志透露，美国海军确信第1艘国产航母将会采用核动力系统。中国早在几年前就已经开始着手进行大型水面舰船的核动力系统招标项目。第4艘国产航母采用核动力将会是可以预见到的。而在采用了核动力之后，这位没有透露姓名的美国海军高级将领还声称，这将预示着某些高能高耗电量类武器装备，比如说激光炮和电磁炮，还有更先进的远程雷达系统，都可以被装载到新航母上，增强战力。核动力系统完全能够保证这些新武器设备的功能。全新的核动力系统也可以节约大量的舰体内部空间。常规动力航母上的除油草将会消失不见，这代表第4艘航母的可携带舰载机数量会有很大提升，航母本身的响应时间和灵活性也会有质变提升。而按照目前中国海军对航母的建设发展速度，这位美国海军高级将领表示，第6艘航母的总数对于中国海军而言，在2035年之前便可以轻松实现。
而到了2050年，中国海军届时将会下10艘航空母舰，常规动力和核动力都有真正意义上做到和美国海军并驾齐驱。从目前的消息来看，美国国家利益杂志社称，第4艘国产航母的龙骨安放工作将会在今年2021年进行，而第3艘国产航母的建造工作已经临近尾声，陷入了收尾阶段。不出意外的话，在今年即可成型下水，进入后续的西装阶段。除了安放龙骨以外，第4艘国产航母所需使用的特殊钢材部分舰上元器件已经在2020年就开始采购，到目前为止，计划建造工作一切进展顺利。但需注意的是，美国国家利益杂志并未给出能支撑这一论调和说法的证据，仅仅只是转述美国军方的一些消息和观点，所以具体细节如何以及真实性怎样还不太好说。对于即将下水的第3艘国产航母，美国国会研究服务员此前还转写过一份专门的分析报告，报告中指出，美国海军对于该艘航母的早先预判有误。新的卫星照片分析后，可得出航母实际排水量大约为10万吨左右，而被美国海军早先预估的8万吨上下。至于搭载的舰载机种类，报告中认为初期依旧会搭载歼15战斗机，但是隐身舰载战斗机的上限是可以确定的，仅仅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沈飞的 FC-31项目被认为是最有可能的对象。最终结果究竟如何，还需要一些时间去拭目以待。据较为可靠的消息，其实早就不再是所谓的秘密了。央视军事频道谈话类节目中，国内军事专家、尹卓海军少将等都已经在公开讨论了满载排水量的8万吨的弹射型，是前卫的电磁弹射还是传统的蒸汽机弹射？目前网络上尚有一定的争议。印度海军少将倾向于直接跨越蒸汽弹射进入电磁弹射。003型航母也在上海江南造船厂建造，目前工程进展非常顺利。此外，有军事专家透露，满载排水量达10万吨级的电磁弹射004型航母，而且笃定是核动力航母，也已经在北方中船重工大连造船厂开工。有军事专家提醒军迷注意，2025年这个非常关键的时间节点，随着003型、004型航母的成军，包括先前16号辽宁舰和17号山东舰航母。届时，我海军将拥有4个航母编队，其舰队实力，特别是在航母数量上，将和当下暂时位居全球第2的英国皇家海军拉开距离。英国皇家海军拥有2艘满载排水量6万吨级的华跃起飞航母，但其动力系统采用了先进的燃气轮机，包括了采购先进的 F-35B 隐形舰载战斗机，被认为要比我海军2艘6万吨级采用传统的蒸汽轮机提供动力。现在战斗机是非隐形的，歼15要有所领先。因此，英中两国海军同样拥有2艘6万吨级的航母，但外界却将英国皇家海军航母实力定位在我海军之上。目前，我海军航母实力暂时位居全球第3，但英国国力有限，在2艘伊丽莎白女王级航母服役以后，就没有了后续航母的建造计划。因此，我海军在航母数量和实力上将很快反超英国皇家海军。现在，南北2大船厂都在夜以继日地记录同时开建003型和004型航母。004型航母有可能成为我海军在新时期的目标舰核动力装置，届时肯定将上线。侧面证据就是早在2018年6月21日，中国核工业集团网站就发布消息，中国将建造一艘核动力破冰综合保障船期。满载排水量将达到3.3万吨，能破极地厚厚的冰层，将主要用于在北极地区进行破冰、开辟极地航道的任务。国内军事专家据此表示，通过核动力破冰船的建造，将测试舰用核动力系统，从而为正在规划中的核动力航母扫平所有的技术障碍。毕竟，船用核动力推进系统是其技术相通的，核动力破冰船和核动力航母的动力系统没有本质区别。随着第601所主抓的海4型隐形舰载战斗机立下军令状，要在2021年度完成首次飞行实验。003型包括004型航母最重要的配套设施海斯型隐形舰载战斗机，也非常有可能在2025年这个非常关键和时间节点飞上这2艘海军弹射型航母。此外，与003型和004型弹射型航母相配套的空警600固定翼预警机，在前段时间被媒体披露已经完成了飞行实验，在网站引发了后浪的一波热议。其他直20直升机已经攻克悬疑决定难题。
飞上高原都不成问题了。反潜版直20直升机爷爷在北海舰队055型万吨大驱手舰101南昌号上进行起降验证，也是未来003型和004型航母配套的10吨级反潜直升机。好了，今天的精彩内容就先到这里，喜欢的朋友们记得点赞，咱们下期再见。